الله أكبر الله أكبر. 公元324年，罗马帝国依然庞大，但边疆却不再安全。日耳曼部落频频入侵，萨珊波斯也在东部虎视眈眈。内乱混战，财政危机不断，亚平宁半岛上的罗马城作为心脏，再也无力支撑帝国庞大的躯体。戴克里先四帝共治的表面和谐只维持了20年，有着各自盘算的皇帝们很快就开始互相争夺权力。这时，把自己视作太阳神化身的君士坦丁一世再次统一了帝国。摆在他面前的迁都选项有特洛伊、耶路撒冷和塞尔迪卡。而最后，他选择了和罗马城一样，拥有7座山丘的拜占庭作为新都，并把这座扼守欧亚要冲的城市命名为新罗马。他希望继千年旧都罗马城之后的新都成为一座前无古人的圣城，一个前所未有的集贸易中心、信仰中心和权力中心为一体的伟大城市。虽然此时的君士坦丁一世已经开始崇慕基督教，但罗马城的讲究一切如旧。他在新都重建了能够容纳8万观众的竞技场，还把当时已经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耸立了800年的三角祭坛搬来放在了竞技场的中央，呼应了当年拜占斯经神谕指引发现这座城市的传说。在竞技场中央立起第2尊纪念柱的是狄奥多西一世。为了纪念自己平定叛乱篡位者，再次统一罗马，他把曾经竖立在埃及卡纳克神庙前的方尖碑运到了君士坦丁堡。方尖碑底部的浮雕清晰描绘了狄奥多西一世向战车比赛获胜者颁发桂冠的场景，周围还有观众、仪式上的乐手和舞者的形象。他的孙子狄奥多西二世完善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复杂、先进的防御工事——君士坦丁堡城墙。工程第2阶段地震后的修复加固，甚至只用了不到60天。这背后的秘密是战车竞技支持者的鼎力相助。12米高的内外双层坚固屏障保护了东罗马帝国1000年，又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一直屹立到了今天。在来自雅典的妻子尤多西亚的鼓励下，狄奥多西二世还创建了君士坦丁堡大学，承袭了柏拉图学派的哲学传统。狄奥多西祖孙以及前后的瓦伦斯、马尔西安、阿纳斯塔修斯一世等统治者的持续经营，让君士坦丁堡最终取代了罗马城，成为欧洲最大城市。这时的罗马帝国也拥有了全世界1/5的人口，一切前奏似乎都在等待一位让帝国重回巅峰的继承者。修筑城墙的战车竞技派系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就像街头帮派。不同派系一方面维持着单靠卫兵覆盖不了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却经常寻求政治存在感，甚至对皇帝人选指手画脚。刚刚登基不到6年的查士丁尼一世，突然就遇上了战车竞技争端引爆的派系大混战。在烧毁1/4座都城的熊熊火焰中，查士丁尼准备从大皇宫码头上船向马尔马拉海出逃。
舞女出身的皇后狄奥多拉在这个关键时刻，面对身为皇帝的丈夫，直言相劝：既然头戴皇冠，就不应该在失败时苟且偷生。查士丁尼最终留了下来，在贝利萨留等人的支持下，凶狠地平定了暴乱，又重新征服了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丢失的北非和意大利。但开疆拓土的战绩还不够，他想要的是地平线上从未有过的信仰丰碑。查士丁尼重建了阿亚索菲亚，在这栋迄今已经耸立了1500年的宏伟建筑中，罗马传统中象征世俗权威的圆形穹顶和基督教仪式中常见的矩形空间和谐地结合在一起。面对眼前震撼人心的景象，查士丁尼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的功业已经胜过了所罗门。然而好景不长，阿亚索菲亚落成仅仅4年之后，席卷整个欧洲的鼠疫来到了君士坦丁堡，4个月之内就造成了城内近半数人口的死亡。大瘟疫之后，连年征战亟待恢复的帝国人口和财政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萨珊波斯在这个时候卷土重来，多罗马帝国的经济和领土在内部的夺权和外部的惨胜中严重缩水，丢掉富裕的东部省份，让君士坦丁堡失去了3/4的收入。从几近毁灭的危机中好不容易爬起来的统治者们开始反思，为何瘟疫和外敌不断降临。抵御了波斯人反复围攻的君士坦丁堡城墙，在利奥3世在位时迎来了大规模修缮，但另一方面，这位牧民皇帝又激烈反对偶像崇拜，发动了席卷全国的破坏圣像运动。为了从教会手中抢回捉襟见肘的土地和兵力资源，为了避免触犯十诫导致进一步的灾祸，无论遇到多大阻力，这都是最迅速最有效的决断。阿亚索菲亚里不少抽象的线条装饰就是那个时代的遗留，而这件事造成的深远影响远不止资源分配和宗教仪式那么简单。君士坦丁堡的东方教会和旧都罗马城的西方教会在这件事的催化下，矛盾越来越激烈，终于在1054年彻底撕破脸，以西方代表把破门书放入阿亚索菲亚为开端，互相开除了对方教籍。可就在这个时候，东罗马帝国东线的防御体系因为自废武功而崩溃，转手就让突厥乌古斯人抢走了78万平方公里的兵源和农业基地，敌人距离君士坦丁堡仅仅1步之遥。刚刚登上皇位的阿莱克修斯一世不得不向翻脸不久的西方教会寻求雇佣兵资源，但他得到的却是难以驾驭、人马复杂，甚至混进了敌人的十字军。此外，他还拉来了舰队强大的威尼斯人支撑海上力量，却未曾想到这些举措埋下的是意想不到的深重灾难。定居在加拉达的意大利各城邦商人因为地中海贸易势力范围的争夺，关系恶劣，想要夺回主导权的东罗马帝国借着热那亚人被袭的事端，监禁了全部威尼斯人，没收了他们所有的财产。1204年，在这场迫害中患上眼盲的威尼斯总督丹多洛，带着压抑已久的怨恨，率领上万十字军，仅用4天就攻陷了君士坦丁堡。这座传承了数千年希腊和罗马文化的永恒之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洗劫，仅仅3天就只剩下了一片废墟。此后的50多年，十字军占据了君士坦丁堡，试图以西方教会彻底取代东方教会。东罗马帝国的贵族们不得不踏上流亡之路，在安纳托利亚另起炉灶。历经激烈的争夺，在敌对势力处于下风的关键时刻，米海尔八世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千疮百孔的城墙和劫掠一空的阿亚索菲亚得到了修复，但帝国的统治者们再也无力整修自己的皇宫，任其破旧倒塌。
布拉赫奈这座城墙旁的行宫成为皇帝们的唯一选择。紫衣贵族宫是布拉赫奈宫硕果仅存的附属建筑，也是世界上现存为数不多的晚期东罗马帝国世俗建筑之一。墙壁上是典型的红砖和白色大理石精心拼接而成的几何图案。事实上，就在风雨飘摇、只能靠出卖国土为生的阶段，东罗马帝国奇迹般地迸发出了最后一次文学和建筑艺术的创作高峰。包括首席政务官梅托西利斯在内重要人物的积极参与，甚至保存了文脉火种，继续点亮了后来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光。可再辉煌的文化成就，此时也只能是回光返照。1347年，时隔将近1000年，黑死病再度侵袭了君士坦丁堡，再一次带走了将近一半的人口。7年后，又发生了加里波利大地震。但今时不同往日，面对日薄西山的国势，这一次市民们开始真正担心这座城市会被上帝抛弃，终有一天不得不面临毁灭的命运。300多年前曾经交手过的突厥乌古斯人后代奥斯曼土耳其人，踏着祖先的脚步，重新来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再一次距离君士坦丁堡仅仅一步之遥。包括君士坦丁11世在内的统治者焦急尝试了重新在安纳托利亚建立要塞，使用加泰罗尼亚雇佣兵等所有自救手段，但仍然无法阻挡奥斯曼的异军突起。从城内望出去，北边的茹梅利堡垒，东边的安纳托利亚，西边的色雷斯，全是奥斯曼人。君士坦丁堡早已四面楚歌。政令不出京城的皇帝们无一不向西方教会求援，然而面对土地财富大不如前的东罗马帝国，教皇们大多无动于衷。欧洲各国也忙于自身的征战，无暇东顾。迁都1123年之后，曾经幅员辽阔、统治海洋的罗马帝国，即将迎来最后的生死考验。